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本来我今天打算继续休息一天，不做节目的，但是呀，面具人，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呀，那就是大陆人你们的存款要被监管了。这个呢，咱们作为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的重点内容来讲啊。那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呀，咱们要来讲讲比特币这个破了5万大关以后的回调。目前呢，即将跌破47200美金的大关了。那这种下跌到底到没到底儿呢？在节目最后给你们揭晓，然后呢再说一下最近暴涨的2个币啊，最后揭晓。好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点赞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最新最及时的消息了。顺便呢，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加抽取本月大奖鱼类 XA 蛋蛋的活动，价值500美金哟。哦，对了，我前几天临时添加的特别活动，赠送价值500美金的100颗香蕉币已经送出了啊，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女性网友获得的。因为隐私问题啊，她的这个网名我就不公布了。以下呢是她的获奖感言，看完了她的感言，就进入咱们今天的节目的正式环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来自台湾的朋友。很高兴也很幸运，这次能抽中100个香蕉代币。那首先还是要感谢面先知每个月举办这些抽奖活动，能够回馈给我们这些粉丝朋友。一路以来也发了很多影片，带着大家一起赚钱，摆脱了很多 old school 的想法。所以希望面先知能够继续多多发影片，我也会一直 follow 下去的。耶！好，首先来说一下大陆的新闻啊。近年来呀，央行不断传出新规，对存款进行调整。今年呢，央行就在河北、浙江和深圳3个地区先后开展了大额现金管理的试点工作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单位存款超过50万元，个人存款超过10万元，就要主动接受调查。除了进行个人信息登记之外，还要告知存款的来源和去向，以此来保障储户的资金安全。这个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啊？我把我的钱告诉你，我想怎么用，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然后嘞，你知道了我的钱的所有信息了之后，你能保证我的资金安全？这个逻辑不对吧？按理来说，我的钱别人知道的越少，我才会越安全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公告里面有个关键字啊，关键句子就是个人存款超过10万元，必须要监管调查。那具体怎么调查，能查出来什么问题，这个条条框框就多了去了。一不小心，你这个钱就是不法资金了。那这个违法的尺度门槛是谁定的呢？是老百姓投票定的吗？不是，是党定的。所以呢，针对共产党定的各个条条框框，别问合理不合理，就看党需要不需要。就像计划生育一样，以前多生是违法，现在少生也是违法。套用台湾人的一句话，就是时空环境不同啦。那这个公告规定中有一块比较模糊呀，那就是个人存款超过10万元。他并没有说清楚是个人进行存款业务超过10万元，还是个人的存款余额超过10万元，这是2个不同的概念。我觉得党在这里就是故意不说清楚这2个的区别，不明确，他故意要这么心理按摩的。因为之前已经有公告有新闻说过了，个人存取款超过5万元以上就要严查，所以呢，这次的这个所谓的10万元存款的政策报告，它更倾向于的是存款余额超过10万元要被严查。共产党的文宣向来如此，把话不说绝，把事情要做绝，永远要留有洗脑回旋的余地，动手呢一定要快准狠。所以说，各位观众，各位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的存款有超过10万的朋友们，你们就要小心了。你的钱就要被严查、被监管，甚至呢，查出来一点各个条条框框的小毛病，就给你定义为违法资金。违法资金怎么办？
钱就没有了呗，上交充公，你白干了，血汗钱没有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更何况以后这个数字人民币推出了以后，你的钱甚至都不用人家来查，大数据自动给你筛选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呀，各位，与其你们的钱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给黑掉，不如换成别的货币呢，最好换成能全世界流通的加密货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啊。比特币在破了5万大关之后迅速回调，目前来到了47200大关。在这个范围呀，面具人我认为啊，下跌可能还未停止。47000不一定是比特币的支撑位置，反正涨了我不亏，跌了我可能会亏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稍微保守一点，向下再看一些，那就是到46500和46000这个，甚至呢到45000这几个点位有可能有支撑。毕竟比特币8月份的涨幅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，就像我之前认为的一样，比特币很难在8月突破5万美金的大关，但是呢，它突破了啊！面具人，我有点失准了，对吧？可是呢，这个突破，它目前来看仅仅只是假突破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，再延伸一下，那就是比特币在8月很难站稳5万美金的大关了。我们来看这张图啊，这张图上面显示的是各大交易所的合约数据啊，多单明显更多。昨天晚上就爆了一大堆的多单，我那天就已经说过了，你看比特币49800、49700，就差200-300块钱，它就是不破5万。所以呢，我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，比特币它是庄家们啊故意不破5万，故意在测试大数据，吸引筹码，测试筹码的质量。如果说在这个范围内吸引的散户不够多，庄家们就会需要突破5万这个吉利数字来诱多。其实这几大交易所你们看啊，这些大交易所加起来，他们是完全可以操控币价的。所以呢，各位别再扯什么加密货币是去中心化的这种搞笑的骗小孩的话了。我们只能去判断庄家的思路，我们是拧不过人家的，人家都是几千亿、几万亿的在那玩呢。你拿个几百 U、几千 U， 你就说你比庄牛逼了，你洗洗睡吧，对不对？更别说那些有些搞笑的博主啊，拿鼠标一点啊，上画画下画画，天下霸业尽在掌中，鼠标一点就能挥洒人生，就能修改现实，对吧？预测未来。你控制不了别人，你只能控制你自己，听懂了没？如果说现在啊，你们想一个逻辑啊，你看对不对啊？市场空多，那么庄家就会让它涨；如果说市场的多单大，庄家就会让它跌，对不对？目前来看呢，多单明显更多。我们再算上加保证金之类的，再加上那些被反指标的人带了一些节奏，故意的做反指标被坑的这些人啊，就可以得出一个结果：比特币还有可能往下走，或者是横在这儿，下走一些多单。如果说下不走的话，那就继续向下走，直到多转空了以后再上来。所以说呢，目前来看，这个比特币它要上涨的话，只有2种可能性，一种呢就是政策性的大利好，要么呢就是整个市场啊，这个从多转空。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的戏剧化，当你对市场丧失信心了以后，这个市场就开始飙升了，那这个时候对你心里造成的冲击啊会更大，会让你更觉得我这个被甩下车了，行情这么好的是我错估了呀。这样其实也有利于重铸市场信心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你们再想一个问题啊，这个交易所啊，它绝对不会啊照你们想的这种路线去发展的。为啥？因为咱们都是凡夫俗子，咱们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，你只需要站在科学的角度上去考虑就行了。很简单，因为交易所是不可能亏钱给你兑现合约让你赚钱的，对不对？
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晒单的人啊，始终都是少部分，而且这中间呢，不乏有更多的人是那种 P 图的，或者是拿那种业务员录单软件给你录出来让你看的，懂了没？你做合约，你的承受能力、消费习惯、止损能力、资金实力，到了什么点儿你会割肉，都被人家的交易所的大数据一目了然。插针插到多少能逼你割肉，这些都是数据能够计算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你做合约最终的结果就是输，因为你是完全被监控、被控制的。持有现货更加合理安全。合约这种东西呢，不能主做，也不能说完全不能做，偶尔娱乐一下还行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现货这块啊，其实也能做合约，但是呢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。这几天暴涨的有两个币 ，C98 和 MBOX。C98 面具人之前在他刚上币安大涨的时候就讲过，谨慎入场啊，可以用一些娱乐资金去玩。目前呢，它已经涨了快10倍了。还有一个币呢，叫做 MBOX， 也是昨天吧，当天就翻倍了，接近翻倍啊。不过呢，这个 MBOX 这个币呀，它是大陆人做的盘子，所以这个币的长远的发展呀，有待商榷。大陆人吧，他做事情是比较擅长快进快出的，短期内呢，给你拉一个大太阳线，这种事儿也不少，对吧？这个大陆人非常擅长去干，一遇到压力呢，就是全盘逃跑，一根大阳线再来一个大阴线。所以呢，你想赚大陆人的钱啊，非常容易，你只要摸清了他们的这个心理动向，涨和跌，其实他们是很容易被引导的，懂了吧？所以为什么你看啊，这个不管是老外的盘子，甚至是中国人自己的盘子啊，他们割韭菜，最喜欢割哪儿的？就是割大陆人的韭菜啊，港台人的也算进去，对吧？我建议这个 C98 啊，再慢慢观察吧。这个 MBOX 啊，它算是一个游戏吧，但是大家要记住，游戏币玩转这种模式啊，它必然会产生泡沫的。泡沫过大了以后无法消化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崩盘。那么这个泡沫究竟该怎么消呢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妙计？其实呀，游戏盘消泡沫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好玩、收藏性。一个游戏必须要好玩，受众面广，让玩这个游戏的人愿意再投资和收藏，投进去的钱他就舍不得变现了，这样才能消泡沫。如果说做不到这个点的游戏盘子，都是无法持久的存活下去的。目前来看呢，Axie 离这个理念已经非常近了，但是呢，它做的还不完美。市面上说的能够超越 Axie 的游戏，面具人我是老江湖了，玩的游戏比你们吃的盐都多，你们都太年轻了 ，too young too simple。我是还没有发现什么更好的游戏，什么号称能够超越 Axie 的，还有那些 Axie 第2的游戏，那些都是垃圾啊。如果说有真正能超越 Axie 的游戏，让我发现了，那我肯定会说，或者是有我也不能说，只是目前这个时间点不对，我还不能说啊。不，你们不要考虑这块的问题，考虑眼下啊。我只能告诉你们，下一个头部级别的游戏必然是与 Axie 玩法截然不同的游戏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你只能记得住第一啊，你记不住第二。所以呢，你们看啊，在市面上打着什么 Axie 第2的类似 Axie 的旗号的游戏啊，很有可能是坑啊。那好，如果各位观众想要获取更多的优质潜力项目的消息的话，请看，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，添加我办理会员手续。别忘了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 Axie 的抽奖活动哟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